来，我们来画一个这一朵花，看一下哪一朵花好看。来画一下这一朵好不好？这一朵好不好看？哪一朵好看？好，我们要分解吗？要分解，我们就分解一下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。那我们先看这朵花，我们先观察这朵花。首先我们要看它的什么？我们第一眼看一朵花，我们想要去画它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看它的什么？看它的形状啊。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？它的形状我们可以先把它形状给大概的把它画出来，是不是？前面中间是一个球，然后后面这里会有一些这种大花瓣啊，大花瓣，外面有一圈的这个大花瓣。那这个球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一层啊，它就直接是一个球。但实际上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分两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颜色和这种物象会有区别。那我们分为3层的时候，第一层、第二层、这个是下面这里是第3层。那我们在画它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画的是第2层。每次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花的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开始画。画这个是一个绣球形的，绣球形的都是在从中间这一层画。我们的第一层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第一层是这个花的最上面这一块啊，最上面这一块看到了吗？它在球里面，上面第一层它还是在球里面，在球里面它的花瓣都是小的，颜色呢，看一下第一层和中间第2层的这种颜色啊，看一下第一层和中间的这一层的颜色是有区别的。第一层的颜色它是有一些浅的，然后物象呢，它实际上是有点朦胧的感觉，看到了吗？你看这朵花，你看这个上面这里是不是有点就不太清晰，有一点这种虚化的这种感觉，因为它离我们的视线最远，所以它有点虚化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写生的时候画这个花的时候，拍成照片写它更好？因为拍成照片之后，它这种光线把这朵花照出来，这种虚实的这种变化特别明显。我们如果去现场写生的话，即使老师带着你到现场写生，也是在细节的时候也是要拍照下来画。就是假如说你要抠这一朵花的这种细节，同样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老师还是会把这个花把它拍到手机里面去画。我们写生是写生什么？是要到现场去观察这个物象的特征，还有它枝干上的叶子啊、嫩芽各个方面的特征，把它看仔细。但是我们实际上画一个细节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把它拍照下来，去抠它的细节去画，所以照片写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第2层，我们再看这朵花的第2层，第2层是中间的这一块啊，这个中间的这一块，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，因为中间这一块是离我们视线是最近的，那花瓣它还是在这个球里面，所以它的花瓣还是小的。然后颜色呢？颜色它相对于这朵花来说，它是比较深的，颜色是比较深的。然后物象它肯定是实的，因为离我们视线最近，它物象是实的。然后第3层，
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一层第3层，那我们一眼看成很明显第3层这个花瓣是大的，然后颜色呢，颜色有可能你们会觉得是浅的，其实它是深的。它深的不一样，它只是说不是红的，它是比较灰的，有点花灰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在调色上非常重要，怎么样去体现出这个下面这个花瓣深的这种感觉，就完全体现在调色上。所以大家每一次看我直播或者是我的课程的时候，要注重中间的这个调色非常重要，调色的细节。然后物象呢，第3层物象也是实的，好，物象也是实的，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。然后颜色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颜色啊，分析一下颜色，大家觉得这朵花我们用什么颜色好？来，你们来看一下，来分析一下它的颜色。底色我们先调好啊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这里是有一点点带黄色，有一点点黄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加一点藤黄进去，它的颜色会显得更加有这个复合颜色的这种美感。就是加点藤黄挺好的，大家真的是越来越对颜色的这种分析，大家越来越到位了。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去自己多去尝试各种颜色啊。太白还要加点胭脂吧，还要加点胭脂进来，就是让它的底色深一点。因为我们画这种浅色的牡丹花，大家可以把底色调深一些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颜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啊，这后面有个胭脂，藤黄，好吧。玫瑰红，胭脂是吧？直接用胭脂哈，那就直接胭脂，不要太多颜色了，就直接胭脂，就这几种颜色了。好，我们来调色，调完色之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颜色啊。调完色之后试一下颜色，是不是你想要的颜色？调色很重要啊，每一步调色大家都要看清楚啊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要在直播间让大家一起来分解这个颜色？就是你们在自己去写成这个照片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决定这个颜色。其实说用藤黄或者是朱标都可以，就是没有说一定的，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用藤黄。我老师用了藤黄，你就一定要用藤黄，就是不一定的。你画的时候你可以用朱标的。
好，我们把底色，这个底色我们调的有点点深了，看到了吗？有一点点深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在纸上可以试一下它的颜色，看一下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这种深色的这种效果。如果达不到的话，你想再深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这个3滤进来，就是你慢慢去尝试它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调浓一点哈，把它调深一点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哎，看得清楚吗？就是放在这下面可能看得清楚一点点，它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这种区别，看到了吗？你画一下，你在这个白纸上画一下，它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颜色不一样，要调到这种程度。好，我们试一下颜色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画这朵花的颜色也调出来。藤黄只需要用到一点点。哎呀，我们刚刚那个都已经挤了这个颜色了，我怎么又来一次哦？这里这不是有颜色吗？啊，这里有颜色哈，这里就有这个藤黄、玫瑰红再多来一点点，藤黄、玫瑰红、胭脂都有，我们就再挤一点出来，让颜色多一点点。来，先调一点点藤黄，藤黄不要太多了，一定要少。先调一层藤黄啊，藤黄均匀调一层，再比的1/2，薄薄的一层啊。我们调色的时候，不要把笔这样子捏着调啊，不要这样竖着调，这样子倒下来调，看到吗？倒下来，放到盘子里面去调。然后我们笔尖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啊，玫瑰红不要太多了，我们这个颜色是一个浅色的，是一个浅色的牡丹花，但是颜色要调均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水分，来我调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笔尖这么多水，说明我的水分是多了。就是在你们在调的时候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，我调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颜色全部晕到一起了，这个水。这样子说明这个水分太多了，明白吗？那我这样子画下去我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的初学者可能这样子就感觉这颜色都晕到一起了，就画不好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用一张纸巾，就拿一个纸巾，或者这样子把这个笔肚里面的颜色把它沾掉一点点啊，把它水分吸掉一点点。来再调，你看你再调的时候，水分刚刚好的时候，你调的时候看一下啊，就不会掉一滩水出来，看到了吗？这样子调色，大家不知道水分多少的时候，你就我跟你表达就表达不清楚，所以我就让大家看盘子，因为我说水分多少合适呢，我怎么表达大家也不清楚啊，就是好像我好像表达不出来的这种感觉，好像不会表达这种感觉。那我现在就让大家看盘子，就是盘子刚刚看到很多水分的时候，那水分多了。你们现在看盘子，我调色的时候看一下啊，慢动作，这样子调的时候，这就是正常的，就不会有很多水掉在这里。就我们一调就调的感觉都是晕到一起了，很多水。来，再继续调，笔尖上要有一点点深色的啊，然后你一定要调均匀，慢慢的把这个颜色调均匀。你调好之后，你要去看一下你的看一下你的笔肚，看一下它是不是颜色由深到浅的均匀的这种过渡，就是不要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颜色就不行了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颜色啊，试一下颜色，喂，这个颜色好看吗？
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颜色是不是你们喜欢的颜色？你看这样的颜色就调得很均匀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，由深到浅慢慢的渐变啊。就我再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啊，来，错误的示范，那这样子好了吗？就是我们补颜色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，这种问题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不对的哈，这样子就是你的颜色调的不够久，没有调均匀，所以这个笔尖的颜色太深了，这个笔尖这里太深了，所以你画出来这种一朵花画出来就感觉干枯的，有一种干枯状，它就不滋润了。有些家人说你为什么我画的花就是不滋润呢？其实它最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调色上，明白吗？这样子就不行哈，要调久一点点，要调久一点点哈。来，一定要调久，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才会滋润，才会好看。笔尖上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。来，再看一下啊，你看像这些颜色就很好看了，看到吗？这个颜色就是由深到浅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，由深到浅的渐变颜色。这个绣球形的花，你们需要分解吗？需要分解吗？来，再给大家分解一下花瓣啊。那么首先我们画的是这个花瓣是画这个第几层？我们每次画这个绣球形的花，我们最开始从中间的中心的位置啊，从这个中心往外画啊，就是往外叠加花瓣，往外叠加各种花瓣。来，我们调色。先调这个藤黄，哇，这个颜色刚刚有点红，所以晕到一起了啊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。好，我们来首先来分解第2层哦。第2层，我们从第2层开始，第2层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。我们画这个小碎瓣的时候，画这个绣球，画这个小碎瓣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写字一样的横、竖、撇、捺，还有点，那各种各样形状哈。各种各样形状，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？当然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笔尖也是没有调均匀，看到了吗？像这里也是一样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有的地方没有调的不够均匀，所以说我调色的时候就也会调的不均匀啊。所以说大家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调不均匀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然后这个花瓣你可以各种各样形状，你可以挖啊，各种各样形状去画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瓣你去组合，就是你的手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，你就画出多少种形状，然后任意的组合，长短的、大的、小的，任意的去组合啊，各种各样的花瓣任意去组合。大家看这像花瓣吗？好，这个画这个第2层的这个小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，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你就画啊，你就随意的画，就很随意的去画，就是比较随意。我们画绣球形的就是比较随意。然后我们画第1层，第1层怎么画？第1层我们通常就这么去点点点了，各种各样的点点点，有大的有小的，那点点点这样去点出来的。然后我们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就加一点点，轻轻的加一点点底色。那么继续画第一层啊，第1层可以推加点加点加推，也可以长一点，也可以短一点，也可以大一点，可以圆一点哈。这个是我们的这朵花的第1层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画成这种虚的花瓣，就不需要把每一个花瓣都画得清楚，就是虚一点点哈，你可以加，上面还可以再加层次啊，你可以上面再加层次，然后你到最后你还可以反笔去调整啊，你想这个花型这里不够，我们反笔去调整，
反笔的时候就蘸一点底色就可以了。反笔这样子去调整这个花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层的这个花瓣，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地方就这么去画的。然后我们这个绣球形的最难画的可能就是最下面的这个大花瓣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是大花瓣难画，还是你们觉得绣球形的哪个花瓣比较难画？我们先画一下大花瓣，形状掌握不好，形状掌握不好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刚开始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开始把这个框起来啊，这个圆你在这个纸上框起来，然后把这个大花瓣框起来，你不要出这个框了，你就在这个框里面随意的组合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颜色这种深浅变化和物象的这种虚实变化。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用一个铅笔轻轻的框起来，你就画到这个框架里面去啊。我们现在画大花瓣，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调多一点点啊，然后我们要调一点点胭脂进来，然后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种推一笔，点一笔，然后再推一笔，再点一笔，让它为什么要推一笔点一笔呢？我们要画出这种节奏啊，画成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呀。要有这种缺口，它才会显得更加自然。我们如果一个花瓣直接把它画过去圆圆的，那么它就不好看了，画糊了，底色干了就看不清了，那是你的底色调的太稀了。你可以把底色再调干一点，特别是你画浅色的时候，画浅色的花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底色调干一点哈。你看我的底色现在是特别干的，因为它的水都没有，边缘都没有水。如果你看一下我在笔肚里面沾一点水，我再去画，这样子，那像这样子就太稀了，你等一下干的时候，它就真的是看不清了。这样子就说明水分太大了，你知道吧？就不要让水分太干了哈。我们画浅色的，画深色的时候，我们把底色调稀；画浅色的时候，我们把底色调干一点。好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继续调色啊。调色画这个大花瓣，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调多一点，调饱满一点点啊。那大花瓣我们还可以这么画，去滚哦，滚的时候笔要有这种提有按啊，有提按的动作，它才会有这种一样的，会有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边缘，像这个齿轮状啊，这种花瓣啊，这个就是大花瓣。那大花瓣我们还可以这么去画，从根部来画一笔出来，然后在旁边再加一笔啊，两笔组成一个这种大花瓣，我们带一点点勾，它会更加有这个生机感，因为带一点点勾，它这个花瓣在长到这个大花瓣都是在长到最后的最开始开的，在最外面一层，它经过这个风吹雨晒啊，它会有一点点卷起来，所以我们带一点勾，它会更加有这种姿态一些。好，他说这个组合不会组啊，那假如说我来画一朵小的，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就是你不会组合，你用铅笔轻轻的画一个圈啊，画一个圈，那你就从这里面开始来先调色，藤黄、玫瑰红，我们刚开始就用玫瑰红、藤黄和玫瑰红。那你不会组合吗？从中间开始随意的组合，就是我们没有规律哦，没有规律。你看一下我的组合都是随意的，你可以随意的点哈。你可以随意的去点啊，随意的去点，就是你就是不需要会组合啊。这个画这个绣球形的，就是一个自由，就是要自由。它跟其他的，跟这个塔式的，还有这个包菜型的，还有这个常规型的，这些都是不一样哈。它都那些花的话，都要慢慢的一个正反半的去画，但这个它就是随意的，看到吗？随意吗？非常随意的组合，你要不会画，你就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就行了。但是你叠加的时候，你可以大一个、小一个、小一个、大一个，看一下很好画的，就是你们要掌握了之后就很好画。来，底色加一点点底色，
然后上面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，你就不用蘸那么多颜色，它就自然浅了嘛，是不是？上面的这个花瓣你就这么去点就可以了。哎，点的时候有大的有小的啊，有一些凸出来了，有一些缺口，有一些你画圈的时候，你画一个圆的时候，你不要真的那么圆哈，有的时候你上面凸出来一点点啊，哪里突出一点点，哪里又上去一点点哈。你看这好组合吗？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组合啊，就主要给大家想，来颜色没有调均匀，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球就全部画完啊，把这个球，这不是随意的组合，就是没有这个规律的去组合。如果有规律的东西，它都是死板的，就是画画没有规律哈。你看这个圆球是不是都画完了？这个圆球是不是随意的组合？我是不是随意组合的？有没有规律？没有规律，但是你要大概的形状你不知道，你可以先圈出来啊，可以先圈出来，然后你再画一些大花瓣啊，点推啊，这些大花瓣，那各种各样的大花瓣你再画一点。我现在是随意的哈，随意的，所以就没有画那么好啊。就比较随意的画，我们可以有的地方留一些缺口。那你看一下这个花瓣，你就这样子组合，它就成了，一朵花。你看这深的地方不够深的，你可以再加深一点啊，不够深的你加深一点点。加我这是随意的组合，那像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绣球形的呀。像这朵花，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绣球形的啦？是不是在这个圈这里，我们刚开始圈了一个圈？圈了一个圈，并不是说你不能出圈，你有的地方你要出来一点点。你看有些地方出来，有些地方在里面，这样子才会形成这种不规则的，是吧？这样子是不是就一个球就出来了？是不是一个球，一个绣球形，一个绣球花就出来了？简单吗？其实它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多练哈，多画，多练多画，就是到最后你才会游刃。就是手就会，你随意的画就能画出来了。就是你一刚开始学就想画成我这么一样的，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大家还是不要着急，学画画的话真的是不能着急。